想必这便是那冰月天蚕所致。怎么才能救下他？用火纹珠试试。这，可笑啊！冰月天蚕乃是天下奇物，就凭你的火纹珠，还想解开唐连月身上的冰寒，真是异想天开呀！啊！炎魔掌，早知道多带几个人过来。这里是锦城，在锦城和唐门作对，大家长，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人多吗？胜者为王，人多便能胜过我吗？苏家主确实是一个不断能给人惊喜的人。这暗器上有剧毒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已经太晚了。废话真多，也让你体会一下不得言行的痛苦。不晚不晚，我来的还是很及时的。神医，哲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收到了我那药王小师侄的求救，他也被困在了唐门之中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让我瞧瞧你的脉象如何。这毒是雪薇姑娘身上的，莫非她出事了？他之前被丫带走了。果然如此，我那被逐出师门的小师侄心术不正，却是绝顶聪明。一个几近完美的毒人落在他手上，确实能将他体内的毒取出来，用在其他用途之上。这毒不好解，你先服下药丸压制，等离开此地，我再为你解毒。多谢神医。白神医，你可有法子救下唐连月？冰月天蚕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解？我试试阿火。蛇应该是吃蚕的吧？大概是吃的。阿火又是什么种类的蛇？凤仙火蛇。那这就是阿火啦。阿火可没有小青听话，知道叫他出来没好事，都不肯干活了。这就对了啊，干活干活。这屋子似乎没有方才那么寒冷了。是啊，而且在一点点的变暖。若是有天海炎珠在，此刻唐连月便已经能恢复正常了。这阿火虽说也是比较珍贵的炎性奇蛇，想要用它的火来解掉这里的寒，至少需要2个时辰，但也只能恢复正常，暂时还无法恢复意识。只可惜你们不会再有这个时间了。当暴雨梨花镇的峡口对着你的时候，小心！你便已经死了。
神医，你快看！和我无关啊。普通人在这样寒冷的情况下，想要恢复正常，确实至少需要2炷香的时间。神医说的是普通人，可他是唐连月。是，我可是唐连月。你终于醒了。我如何也想不到，来此救我的，居然是你们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在中埋伏的第一时间，不就应该想到我吗？是你。什么叫是我？我是谁？沐雨墨。居然直接就回答了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是啊，毕竟他是唐连月。师叔，我想知道原因。你们支持的是唐灵皇，而我们并不希望唐灵皇成为未来的老太爷。但是唐门万宝楼的地址，除了老太爷之外，只有我和大师兄知道。这就是你们困住我，却不轻易杀掉我们的原因。在万宝楼中藏着唐门所有的天字级暗器，若是没有他们，唐门想要继续在江湖上拥有如今的地位，很难呐。如今你虽然已经脱困了，但唐灵皇和唐莲还在我们手上。若你敢轻举妄动，我们随时可以杀了他们。原来名门正派中的伪君子，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，利用所谓的正义感和道义来要挟对方，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。将我师兄身上的药人之毒解开，否则别想活着离开此地。是吗？苏家主，看样子有人是看不到我。穆姑娘，玄武使，你遇到麻烦了。希望苏家主能助我一臂之力。看来今夜有2块上好的磨刀石。诡异夜鸦，我很不喜欢旁边这位唐门翘楚，但我更不喜欢你这个肆意玩弄人命的家伙。神医说了，若是有机会见到你，便让我替药王谷除掉你这个叛徒。看来你很听我那位小师叔的话，但你想取我的性命，可没这么容易。去吧。此人是谁？他是我唐门的副门主唐连皇。若苏家主能助我救下大师兄，此恩情我定然此生不忘。恩情？为了报恩，你什么都肯做吗？只要不违背正道。废话。死吧！春水剑法，朝射。宇哥，为何不用18剑阵？唐连月想要救下他，而不是杀了他。18剑阵是杀人之术，无法救人。雨墨，先困住夜鸦。牵住之阵。起。并未练过这毒沙掌，是从雪薇身上引走的毒。
也罢，只是小试一下这金身药人的威力。今夜就陪你们玩到这儿，我们走。休想逃！师兄。 幸亏有白神医这条小蛇。该死！你方才已经看见了，就算你能找到叶阳，也无法从他的手中救出你的大师兄。他们究竟把我大师兄怎么了？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金身药人至少人是活着的，只是失去了意识，但武功会比之前更进一步。 若我没猜错，唐灵皇虽然身为大师兄，年纪上比你大上不少，但你们二人武功应当是在伯仲之间。可方才，他以一敌二，还占了上风。究竟如何才能破解药人之毒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，杀死药人的办法只有一种：一剑穿心，绞碎他的心脏。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急迫，可如今你大师兄的生死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，便只能等。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，雨墨，我们走。师傅，要不你先回屋睡觉吧，我和长河大哥在这里等。我心不安，睡不着。神医，等等无聊，我来变个戏法。什么戏法？给我。 还可以这样啊！雕虫小技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看起来颇有几分狼狈啊！遇到了什么高手？唐门，唐灵皇。未来的唐老太爷。 他终于现身了，那确实不好对付。哎，不过，他怎么会对你动手？他被做成了药人。什么？唐灵皇居然被做成了药人？一个天境高手居然被做成了药人？传说中最完美的金身药人，居然真的被他给制成了。李新月已经答应帮我们去联络琅琊王了，你说他会和我们合作吗？ 毕竟他应该很讨厌我们才对。他建立天启内卫司，就是觉得影宗这样的影子不该存在。他喜欢光明正大，但我们似乎和这4个字没有关系。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安和了，他会来见我们的。世人的偏见是很难根除的。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他是琅琊王。 若他的眼光和世人一样，那便代表着我们也选错了合作的对象。那就让暗河的潮水真正的涌入天启吧。
折在这里了。你看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我们两个还没有冲进去呢。放弃吧，当年百里东军和叶鼎之也曾被他们拦住，更何况你们两个。哼！北斗阵，一人灭。阵击破。苏沐雨。 身上的醉梦蛊解了，还真是个能给人惊喜的家伙。战局已经开始了，都已经拔剑了，又何必在乎这么多？有理。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这些人，我们2人替你拖住。多谢了。 能见证一些改变，是我的荣幸。我也是啊。他去的这个方向，范俊楼。所以你们蛰伏良久是另有所图。哼。计划，尹宗应当也有大部分势力被调走，包括这万卷楼。但似乎尹宗的底蕴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厚，有点本事。看来我们那位苏家主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大哥，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覆灭尹宗吗？尹宗的存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 那是天启城的事情，我们此次的目标是那座楼。那座楼有什么特别的？万卷楼里面藏有暗河所有人的讯息，据说从出生伊始一字不漏。那岂不是当年的仇？等我们踏入那座楼再说。穆子良。 为君开路，宗主，暗河众人在一个红衣刀手的率领下冲进来了。宗主，万卷楼那边发出的令箭，应当是有人闯入了。宗主，血官带着一名精通易容术之人，变成了您的模样前来劫狱。苏沐雨现在已经离开隐域了。他们同时派人袭击了琅琊王，攻击了国丈府，这为的到底是什么？只怕。 攻击风小寺那边是假，对我们影宗的围攻，却是真的蓄谋已久啊！他们假意击杀萧若风，借走影宗的大批人马，致使现在府内守卫空虚。好大的一盘算计呀！只可惜他们忘了，我若是没有后手的话。 又如何执掌影宗这么多年？万卷楼，我还给他们留着一个大礼呢。为何他们如此在意万卷楼？他们真正惧怕的，不是影宗的武力，而是影宗掌握着暗河所有的秘密。只要他们毁掉万卷楼里面隐藏的所有卷宗，他们就能够彻底隐匿行踪，建立一个。 真正崭新的暗河，这一次，我真的是赌输了。只可惜，苏沐雨，你永远都无法得到武剑城覆灭的秘密了。你赌他们因为要自由而服从于威胁？
可是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他们这一路走来，就是因为不害怕威胁而越来越接近自由。我提醒过你，易宗主，把剑都收起来。比起他们来，你的确是个更好的交易对象。哼，只可惜呀，现在绵龙剑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早就劝过你，苏沐雨第一次来府上的时候，就该杀了他。如你这么说，那当年在惯性之礼上，你就应该杀了他们，哪还有今天这些事情？曾经的穆家家主，逆子者。今日就由我来完成当日未完成之事吧，杀死苏长河，夺回绵龙剑，由我来统领暗河，再和你易宗主做一场交易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暗河苏沐雨。你的名字？影宗谢在野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直伞拐。师尊，这一觉睡了许久啊。师尊，此行何去啊？看望故人。师尊还是这么高深莫测呀。竟是国师。这里由禁军把守，前朝最具权势的5大剑坐镇，普通人来了，3里之外便会纷纷避让而行。你来做什么？齐某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了卓清公公，一时兴起，就到此地来寻公公了，想与公公下一局棋。自从几代前曾发生的阉党之乱起，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再度发生，后来的历代皇帝驾崩之后，随侍其身旁的5大剑都要被派往这里镇守皇陵，故而齐某也只能到这里来找公公啦。哦，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。国师还真会挑时间啊！齐某不仅会挑时间，还很会拖时间哦。可惜国师有梦，卓清今夜却无此般雅兴。哎！按照先祖遗训，守陵的太监不得离开皇陵半步。而如今公公又走了一步，还不算那7、8、9、10、100步的。国师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意思了。是啊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有意思了。看来国师今日是一定要拦着我了。那也未必。就是真的想下棋了。
我俩要是打起来，整个天启城都会颤一颤吧。自从百里东军与叶鼎之大战皇城之巅后，这天启城很久没有热闹了，或者说，有些热闹在夜里发生，在晨起时结束，很多人都看不到。若是当年我头上没挨李先生那一下，今日便真要与国师战上一场了。也不知是李先生料事如神，还是他就是想要欺负我。别想了，他就是想欺负你，还是与我下棋更好一些。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七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七星连珠。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七星连珠，一剑强过一剑，你若再接一剑，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这是太起劲！一个杀手居然会这世间最缓慢的剑法，但接下来的剑可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可你的剑势分明在消耗你的气力。下一击，请吧。这里便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看看我们那位苏家主。
好。这便是所谓的影宗啊！凭此实力还想指引暗河，愚蠢。这是穆家的宝物，天音九转琴。之前我回宗门苦寻多日未得，原来被他给随身带在身上。你果然还活着呀！你这个叛徒，身为穆家之人，竟与苏家人行事，白痴！暗河都已经变天了，你还在这苏家穆家呢？你已经被洪流抛下了。死吧，和那死去的旧暗河。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之间，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传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
在野可灭江湖大派，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县长，我们立刻回暗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暗河，苏
姐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
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。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了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
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的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。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。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任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的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
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说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一之刀，不错，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嫡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了碰你。
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，而你申为魁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，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